在安排意大利的行程的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了这一张图片，一座高楼林立的古老城市。在图片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高楼的密度跟现代的城市已经差不多了，每一座楼都感觉有20、30层楼高。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很有可能是1000年前的意大利。这个图片到底是哪里？以前的意大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高楼，甚至是长得有点像古代版的纽约？今天的 Discovery 我们要来探讨的是波罗纳塔之城。那这个图片当中的城市是中世纪的波罗纳。波罗纳位于北意大利，距离佛罗伦斯约128公里。那波罗纳曾经被称为拉杜里达塔城，因为在12到13世纪之间，这个城市开始树立了无数的高塔。当我查到波罗纳现在的照片的时候，发现跟这个图差非常多。虽然还是有几座高塔，但是已经少很多了。所以这次趁去到佛罗伦斯的机会，我要顺道去波罗纳，亲眼看看这个曾经被称为塔城的古老城市。弄清楚1000年前到底是谁盖的这些高塔，如今为什么都消失了？从佛罗伦斯搭车到波罗纳一共是40分钟的车程，我会使用这个时间来准备接下来的拍摄资料。那只要讲到在国外连上网工作，不能不提到的就是 Surfshark VPN。我会连上 Surfshark VPN 来确保我的网络安全。Surfshark 能够加密网络数据，并且隐藏 IP 位置，无论是用手机或是电脑连接公共 WiFi， 都能有效保护我的个人隐私，阻挡恶意程式攻击。在下载档案或者是浏览网页的时候，也可以防止病毒进入个人装置。Surfshark 的 Alternative ID 功能还能建立全新的虚拟网络身份，可以选择自己的姓名、年龄、地址、电话，以及连接到真实信箱的代理信箱。使用这组虚拟身份注册账号，就不用担心真实的个资外流，减少资安风险。而且 Surfshark 不只会保障网络安全，还能够保护你的钱包。出国订机票、饭店的时候，许多网站会根据用户的 IP 位置调整价钱，也就是所谓的价格歧视。但只要用 Surfshark VPN 连接到其他国家的 IP， 就能避开这些价格差异，节省不少出国开销。像这样出国拍片的时候，我经常需要跑很多不同的地点，所以花很多时间在交通上。有了 Surfshark 就能够安心的运用这些通勤时间来工作，而且只要订阅一个方案，就能够在所有的装置上使用，不管是用手机还是电脑，我都可以轻松在国外工作和上网。如果你也想要保护你的网络安全，立刻点击连结 surfshark.com/dureray 以超优惠的价格订阅 Surfshark， 还会再额外送你4个月。我会把所有的资讯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我人到波罗纳了。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我们来进行高塔解密。刚踏进来，我觉得整个城市的色调跟 Firenze 差蛮多的。Firenze 的话，白色、绿色、红色，很多点缀，很艺术。但这里主要是土色、橘色、黄色，然后有一点灰灰蒙蒙的感觉，但空间感比较大。你去到 Firenze 可能会觉得我是来度假来玩的，你来到波罗纳可能会觉得我在这里上班的。这边的主色调真的就是这种橘色、土色，或者是这样子的黄色。这个喷泉相当有趣。我们从车站出来啊，一过马路就看到一个波罗纳非常标志性的建筑风格。大家有发现是什么建筑风格吗？这个算是在 Bologna 独一无二的城市风貌，意大利文叫做 Portico 拱廊，但在台湾呢，我们可能会把它翻译成骑楼。所以 Bologna 是意大利唯一有骑楼的城市，但他们的骑楼跟我们台湾可能认知到的会不太一样。除了非常宽广，没有机车停放之外，最重要的是他们上面都会有圆弧的设计，所以这样子高高的屋檐、圆拱，就让波罗纳有这个美名，叫做 Portici di Bologna 波罗纳拱廊之都。你看他们的骑楼啊，是不能停车的。骑楼之后，脚踏车停放的是一区，然后机车格停放的是一区，行人可以走的是一区。但我觉得这也跟城市规划还有多少空间有关。像这边比起 Firenze 也空间都更大了一些，走道马路都比较宽，不像 Firenze 很多是小巷，所以他们比较有本钱可以有这么完善的行人规划。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一站要先去看的是一个博物馆，听说里面有好几个世纪以前 Bologna 的城市模型，让我们来透过模型看看以前长满高塔的 Bologna。好，我们到博物馆了。除了高塔很有趣之外，它阶梯的设计也很有趣。它是一个平面，给你一个一个可以支撑的圆柱。好，就是这个美术馆，这里面有2个我要找的东西，左边是美术馆，右边是钟楼，这边是需要门票的。我们来找一下，一个是中世纪 Bologna 的城市模型，另外一个是我们在最一开头有看到的那一幅画 Bologna Medievale， 这个是1917年的 Bologna。真的是长这样子耶，好酷哦！好，我们看到模型了，再来我想要找到那一幅图片。我来之前在家里查资料是查到这一幅画，但是在这边的是这一幅，感觉好像不是同一幅哦。
这幅更惊悚一点，有点像纽约市。然后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其中一个已经有一点倾斜了。你看这边已经有一个塔是快要倒的了。但基本上那个时期所有相关博洛尼亚的画作，应该都是基于这个模型，因为这个模型家 Finelli 他是在1917年的时候做了这个模型。如果往平面看的话，长这样。真的是很荒谬哎。Perché ci sono così tante torri a Bologna nel passato? Perché erano tutti proprietari, sì. padroni. Quelle più alte erano i più ricchi, sì. Quelle più basse erano i più poveri. Ma allora... Ah, sì. Ecco. E allora infatti adesso poi sono rimaste poche, sono rimaste un 20-21 credo di torri, poche. Sì, sì. E alcune sono ancora usate che fanno dei bar dentro, c'è qualcosa, ma non tutte. Sono un po' rovinate, ecco adesso. Comunque ce ne sono ancora in piedi. Questa è la storia delle torri. Ho capito, grazie mille, ho capito. 所以它就是一个财富的象征了。当时候的贵族，你只要塔盖得越高，你就越有钱。你如果塔盖得不够高，那你就是逊，你就是不够格。它是一个炫富作用。我觉得到最后，不管是文明还是历史的推进，都是来自于人类的贪婪跟欲望。这边就是我想要让大家知道我超屌，所以才盖了这么多高塔，然后就造就了这个非常特殊的城市景观。在墙壁上面的，还有就是当时候建筑物是怎么样装饰他们的外观跟整体的设计。所以当时候的贵族，除了你住的房子要很漂亮之外，你还要旁边要有一个高塔，让大家知道说我最棒。哇，这个房间有一堆名门望族的家徽，感觉就是这些人花一堆钱在那边盖一些不是非常需要的高塔。那刚刚又多逛了一下美术馆，他们有介绍说，中世纪的波罗纳人盖这些高塔，最一开始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用来防护城市的，可以当作是瞭望台或者是火灾监视塔。但就像刚刚那位美术馆员说的，后来这些高塔变成是名门望族炫耀权力跟财富的象征。塔的上层会用来当作住家，下层则是仓库或者是工作的地方。然后估计当时候可能有200多座这样子的塔。但是我们刚刚看那个模型啊，真的就是遍布整个城市，全部都有高塔。那今天的波罗纳只仅存22座高塔。那刚好美术馆旁边就是一个可以爬的中塔，我们去看一下现况的波罗纳长什么样子。有很多楼梯要爬。哦，钟声。诡异亚洲钟楼怪人，上楼钟。OK， 哇，上面还有更多楼梯啊！现代的 Bologna 还是看得出来。你看这里1、2、3、4、5、6，光是这一小区这边就有6个塔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在100年前，你如果来到中塔，你这样看过去，会是一整面像是纽约市一样，全部都是这样子土黄色的塔，也没有窗户，就是一根一根这样耸立起来，像是装饰品的塔。那最有名的双塔就在这边，右边比较高的是 Arsenale， 有97.2公尺高，相当于24到33层楼。左边这个比较矮的是 Garisenda， 现在的高度大约是48公尺，相当于12到16层楼。从这边看不太出来，但是 Garisenda 塔虽然比较矮，但是它还比较倾斜。然后因为太倾斜的关系，怕危险，所以现在是禁止进入的。我们来去这2座塔的底部看一下它们倾斜的程度。等一下，我看到奇怪的东西。他们在做什么啊 ？Has there been like a tower that fell down before? Some of them, yes, a long time ago. Because now we have machine, we have all the system, we have technology for take care of the tower. We have engineer, but long time ago, was only men with hand, so they try to do the best, but many of them fall down. I see. 好，我们到了双塔的底部，旁边都已经被红色围起来，是因为这双塔现在都不能进去了。原本是只有 Garisenda 塔倾斜的比较严重，但现在是连 Arsenale 都已经开始倾斜，所以现在在做很多修复的工作，是没有办法进去参观的。哇 ，Garisenda 是真的很斜。Garisenda 塔其实本来比较高的，它之前刚盖起来是60公尺左右 ，Arsenale 刚盖起来是70公尺。那这2个家族刚好就是因为非常讨厌彼此，所以他们有点在透过看谁盖的塔比较高，证明谁比较厉害。但最后因为 Garisenda 它的地基比较不稳，所以它很快就开始倾斜了，所以它才慢慢被拆到现在只剩下这么一点点。Garisenda 家族在天之灵，气死！所以以前的博洛纳可能到处是这种有一点倾斜的塔。住在它附近，感觉那个房价会掉啊！漂亮的骑楼，
我现在终于看懂这个骑楼上面这个为什么要有一堆刺，因为他们不想要鸽子在上面筑巢啊，或者是在生活在上面。但这个鸽子还是很坚毅哦，它飞去那里了。它很坚持，它一定要在上面。现在还存在在波罗那的塔会被称为贵族塔楼，然后我会发现很多塔都被削矮了，就像是刚刚的 Garisenda 塔，不管是为了市容还是安全性，这些塔现在跟其他的建筑物是差不多高的。那依照这个塔的墙壁厚度，历史学家是推测它最高的时候是超过30米高，也就是10几层楼。那为什么这个塔要讲得这么详细呢？这个塔叫做 Torre de Galuzzi。那刚刚有说嘛，塔的名字就是贵族的家族名。那相传在13世纪的时候 ，Galuzzi 家族跟 Carbonese 家族是世仇，互相看不顺眼。但是没有想到 Galuzzi 家的女儿 Virginia 爱上了 Carbonese 的儿子 Alberto， 所以他们只好偷偷约会。但是最后还是被 Virginia 的哥哥发现了，他气到2个人在约会的时候直接跑到塔里面来捉奸，然后一气之下还把他们2个都杀了，然后最后还从塔上把他们的尸体丢下来，非常的 drama。所以这个塔是波罗那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是听了这么悲惨的故事，推移到现代，这个塔的前面变成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餐厅，然后这个餐厅的名字是我在塔里的家，时间可以治疗一切的伤痛。我们来 Bologna 当然就是要试试看他们最经典的 Bologna 肉酱面，这个常见的肉酱面的发源地就是这个地方。面条蛮硬的，很有嚼劲，然后肉酱很香。那如果是讲到塔不见的原因的话，众说纷纭。有一说是因为贵族之间的 beef 太多，那有历史文件上记载，因为贵族杀人，就导致当时的波罗那政府决定开始把高塔拆掉，而且已经拆掉的塔就不能够重建。再来呢，有一说是这些塔因为盖了好几百年了，有一些甚至有上千年的历史，再搭配上意大利的议政体制还有战争的迫害，很多的塔就倒塌了，或者是在倒塌之前慢慢的被拆掉。最后一个说法是在1900年之后，因为城市的发展快速，有更多的居住需求，所以政府把高塔拆了，才有空间可以让城市发展。这个也跟波罗那的骑楼有点关系。这边会有骑楼，也是因为当时候人口迅速成长，他们把街道的一部分也变成是建筑物，然后再往上盖的时候，盖得比较凸出来，所以就造成了2楼以上往外推，1楼变成骑楼的这个景象。所以因为以上的诸多原因，中世纪的高楼大厦波罗那从200多座塔到现在只剩下20几座塔。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 Discovery。我们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抓出一个有趣的点，用走入实境的方式来说故事。希望大家看完这集之后，对波罗那有更深入的了解，对这个城市也更有印象。这个形式也是我们在新尝试的，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想法，都欢迎大家留在留言区。那未来想要看到 Discovery 去到哪些城市，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许愿。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